今天呢，我们又来到了贵州的大山深处，探访一位80后的大哥。他一个人独自隐居在这个深山悬崖上养山羊，也有10多年。可以看到这里的悬崖绝壁上建了几座房子，这里就是这位大哥居住的地方。一个人在这样的地方真的很不容易，每天都是与羊为伴。他无聊的时候就会选择唱唱歌。来到这里非常的不容易，需要走着凹凸不平的山路，这里宛如与世隔绝。这次已经是我们第2次来到这里了。下面呢，就让我们带着大家一起进去看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大哥家了，可以看到他家就在那个山顶的上面。现在我们要爬上去，由于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经验，第一次了解到大哥家，他家有小朋友，所以我们带了一些小朋友可以吃的牛奶、酸奶，走吧。不知道那个大哥有没有在家哦？对，那会儿估计去放羊去了吧？是。去年我们来的时候，因为是第一次来嘛，还在找路，然后不知不觉就到了，然后呢，啥也没准备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挺不好意思的。对对对。其实是如果是我来的空手来的，我也挺尴尬的。对。而且你还在他家蹭了2顿饭是吗？对对对，所以真的。太实在了。对，所以这一次怎么也要给人家带一点礼来。可以看到他的房子就在上面啊，这个路有点难走，要小心一点。哇，这里好像是有羊走过哈。对。一些羊的粪便。对，每次羊它就是往这里下来，也往这里上去。哇，这从哪里上去啊？还要往前面走。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就是悬崖了。看一下小雪，怎么样？这个悬崖高不高？好高啊！可以看到，它的路一直都是弯拐的。对。所以我们开进来的时候，那个车特别的困难。对。一路颠簸。以前我来的时候，这里也是。有那个放羊的，那这里拆的好像。哇，还有小羊宝宝。在哪里啊？上面。哦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里呢就是它的那个上面了。在下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还有那个电网的那个电站的那个。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农村话说的羊圈，还有猪圈嘛，在那边。对，就这个。哇，这个小羊，还有。这羊你看挺大的，为什么没有放出去呢？应该是落单了吧？大家看山羊啊，就在这些悬崖峭壁上。哦，那是羊妈妈。这样吗？那个小羊。哦。看一下这里的环境啊！我的天呐，真的很吓人。你大哥去哪里了？他家这个羊好像没放出去哈。啊，对。哇，这个羊好可爱。过来。这羊好像是刚生不久。好可爱啊！这里就是它的羊圈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么大。对。哇，好多羊啊！啊，对。这个有几头啊？几十头吧。这个40、50头有的哈。嗯。走吧，我们再过去。一股芳香。哎，他好像没有在家嘞，估计我们要等一会儿了。大家看这边。大哥，有人吗？那大哥是什么呀？姓熊。熊。对，熊大哥。哦，熊大哥。对。这姓氏挺特别的。对，估计我们要等一会儿了，他没在家。哇，这个羊好活泼。哇，看到没那个羊？对，在跳舞吗？这边还有羊在吃奶。你看到这个悬崖怕吗？下雨天就有点怕了，因为下雨天嘛，它那个路比较滑。对。大家看啊，这里就是万丈深渊。上次来的时候拍的不是很清楚，因为是晚上嘛。现在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下面的悬崖。大家看，我的天哪！不知道它能不能吃，吃吧，没有毒。它好像不吃这个树叶。来，你吃。好像吃了。啊，吃好了，拿走了。哇，真的吃了。我们在这里等了一会儿，终于等到他来了。对，我们现在进去
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一条小路，它是房子侧边，这里侧边呢它是可以上来摩托车的。哦，那边上不去哈。对，我们刚才去的那边上不去。哇，它这边还有一棵树。对。下面的时候还可以乘凉。所以说真的很漂亮这里。请注意，你已在监控录像，有事请打电话。给它放这里吧。给它放那里。哎，哥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还记得我们不？他上次来过，然后我没来。哦，他我记得。吃了2顿饭超我记得。我说。羊没放吗？还没有，等到要放了，这后面还要整理下子。稍会儿哈，行。啊？我这还等会儿了哈。还要等一下哈。好。哇，这些羊全部脑袋探出来看我，它是一脸懵看着我。不认识你。第一次来。这羊是怎么叫的？你叫一声看一下嘛。哇，好多头。要喂羊呢？没有，我把小羊在这拉，放在家里面了，关起。哦，大羊然后子放大羊上坡。你现在有好多头了？这些羊啊？你这小小的一起有130多个了，好像。130多个。哦。就是一直在下了哈。啊。这小羊不吃哈，你要给它走，要给它打草那个跑走。啊？我小羊你吃的，你要把它打来噻。不，它都不那样的，都给它在圈里面，到下午了，它现在只是吃那个吃奶肉嘛，它都不怎么吃草，还没会吃草嘛。哦。等到下午嘛，它老母羊回来没才喂它吃奶肉。哦，母羊喂它奶油。那你现在是养羊是好多年了？啊？你在这儿养羊好多年了？在这里养10多年喽。10多年了。在你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就来养了。那现在就不是小伙子了吗？这的时候都在最底下的嘛。那时候呢，更老的，我爸爸呀、我妈他们一起在最底下啦，现在呢，他们老嘛不下来的我又在最底下养了嘛。那你们以前是不是住在这里呢？以前不是这点的。那你怎么会想到在这边来放羊呢？这底下没得农作物嘛，放这些牛啊、羊啊那些嘛，就好一点噻。哦，不会吃那些庄稼是吧？没得那些庄稼嘛，那么放的就好点嘛，在上面那些寨子啊里头那些没有庄稼那些就不好放了。那你一个人住在这边的一个人会不会害怕啦？哎呦，害怕没有，也不害怕嘛。习惯了哈。还是好像在家里面一样，就是换了人一个。家有点无聊啊那里头。那我们来会不会打扰你呢？哎呦，来了，闹热一点嘛，或者会打扰。大哥太实在了。去年我们就蹭了你2顿饭。我说去年我们在这里，你给我们煮了2顿饭。哎呦，养不成嘛。你们来没？我还吃饭还香一点哦。香一点。吃饭了之后说，我在最底下的生活没差得很，子。哦，可以了。怕肚子啊！哎呀，晓得吃惯吃不惯都。吃得惯。都是因为都是贵州这边农村设施嘛，没那不习惯是吧？相比来说，我们也是农村的。我们这种生活更恼火一点，
以。啊，对。现在这种生活就要过得更放松。刚开始大哥来的时候呢，还是在10多年前。10多年前，他这个房屋是那个茅草屋。后来呢，他时间久了，感觉自己不方便，所以给自己建了一个石头城堡。这个石头是就地取材的，我们到里面看参观一下。这边是一个卧室，大哥平时就是在这个地方睡觉。然后这边就是紧贴着悬崖，可以看到全景，山景房。这里还有卡拉 OK。这个是音响，他平时无聊的时候就可以放歌 K 歌，然后声音无论开到多大，然后都不会扰邻，因为方圆几里都是没有人居住的。然后我们到前面去看一下，这里就是大哥的厨房，可以看到很简洁的一个厨房。这边也是这个全景的，对，每天做饭也能看到风景，对吧？对，应该是为了更好的观看羊的活动吧。这边有一个灶台煮饭的，还有几口锅。对。这个水的，他这边用水的话，大哥，他那个，这边用水的话就是有点不方便，电是通的，但水有点不方便。他那个水的话，就是有的时候靠那个雨水，有的时候实在太阳太大了，没有雨水的时候，就靠从家里，然后开车几公里来到这里。对，他喝的水一般是从家里几公里用那个摩托车拉过来嘛。对，平时的话，他说他是用雨水的。对，上次我们来的时候，小姐你看，我们住在这个地方烤火，然后那个时候晚上7、8点钟了，8、9点那个真的感觉好原始那种状态。四面来风是吗？对。然后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点，虽然我在贵州，但是这种方式做饭呢，我还是少见。对。它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铁圈，然后锅就架在这里，上面是生火的。我们那边都是用那种砖搭成一个灶台。对。它这个就是比较方便而已吧，就这个意思。大哥每天生活也是很原始。对。有的时候不方便的时候，实在没有吃的了，然后就会到山上摘一点野菜吃。对，反正我看到这里我就想起我们去年的时候，真的好怀念。这边就是一个观景台，这边有个护栏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椅子，在这个椅子旁边呢还有一棵大树。到夏季的时候，这个大树给人。到夏季的时候，这里还可以乘凉，然后坐在这里上，真的是悠闲又惬意，真的是让人羡慕。不知道你们羡不羡慕？反正我是很羡慕的。对，我们从这里看这个角度啊，真的很像一个世外桃源、与世隔绝那种感觉。这个几棵树衬托的更加意境，是吧？对。原始的那种。对对对。我日夜思念的姑娘啊，我的爱，我的爱，为你陪伴到这个冬季，好孤独，好冷啊。我在等待花开的季节，与你相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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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啊，寂寞的夜晚啊，多少次从梦里醒来，轻轻地
我在等待花开的季节，与你相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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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今天已经在这个大哥家打了这么久了，我们要回去了，然后我们有机会再见。好，走了，我们就。以后你们在这里多玩一下，你们又要回去，饭也不得吃，茶水都没有一喝。哎，上次来吃过了嘛。对不起啊。你高兴的招待我们，我们已经很高兴了。对对对，那慢走了啊。我们走了哈，哥哈。好好好。好，哎呦，有缘每次来这，我们下回又来哈。好好，往你们下回来了嘛哈。哎，要得要得，好好好，拜拜，谢谢。哦，好，慢走了哈，喂。嗯，好。到了吧哈。没有没有。停！